大家好，你们好吗？哇，真是很多人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关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或关税，你们最终决定了吗？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实施？很多事情上都是如此。正如你们所知，我们即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重要会议，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会参加，看看我们是否能有所作为，希望能有所进展。正如你们所知，本周在乌克兰有很多人丧生，不仅是乌克兰人，还有俄罗斯人，所以我认为每个人都希望看到事情得到解决。我相信本周我们会取得很大进展。当你试图促成两边和谈的时候，俄罗斯通过攻击乌克兰来对你不敬。他做了什么？他们在攻击乌克兰。他是不尊重我吗？你是哪家媒体？我是华盛顿邮报的迈克尔·博梅尔。你们已经失去很多信誉了，好吧？下一个。最近几天，美国人的退休账户都在缩水，他们对这些关税政策感到非常紧张。我认为关税将是我们国家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情，它会让我们国家再次富裕起来。你们知道，现在有很多公司，比如汽车公司正在开设工厂，我们已经宣布了4、5家了，但还有更多的公司即将到来。基本上我们将收回很多我们几十年里送出去的钱，我们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工厂。自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以来，我们已经失去了9万家工厂，这并不是很久以前9万家工厂。想想看，我们将把它们拿回来，它们正在回归，而且是以创纪录的速度回归。看看那家大型芯片公司发生了什么。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公司台积电，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芯片公司，来自台湾。他们带着2000亿美元来投资建厂，这会让我们在一个公司里就占据芯片市场35%到40%的份额，这会把它芯片产业带回来。我认为这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总统先生，您的许多支持者对保守派的适应性表示担忧。您的支持者正在攻击最高法院大法官，点名巴雷特，您让他进入最高法院。他们说他是靠多元、平等和包容性政策雇佣的。您后悔让他进入最高法院吗？盯着，他是个很好的人，非常聪明。至于人们攻击他这件事，我不太清楚，我真的不清楚。我认为他是个很好的人，非常聪明。本周末会发生政府关门吗？有可能会。我的意思是，民主党人想看到政府关门，他们想摧毁这个国家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确定的答案，但有可能会发生本不该发生这种事，而且可能也不会发生。我认为临时拨款决议会获得通过。我们走着瞧，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，谁也说不准。民主党人已经失控了。前几天在演讲中你们也看到了，他们拒绝为2位被非法移民杀害的年轻女性起立鼓掌。那个得了癌症的年轻人，一般人都会想站起来为他鼓掌，但他们却不鼓掌。那个男孩，那个年轻的男孩，谁也没见过那样的场面，他们已经失控了，简直失去了理智。你是否对中方因你方关税而采取的升级言论感到担忧？你是否计划在近期与习近平就贸易问题进行会谈？没有，他们已经收回了那些言论。你知道的，他们之前非常强硬，然后我说，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些言论已经被收回了，你知道的，对吧？我想问你的是，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？之后计划和习近平主席会面吗？不会的，我和习主席关系很好，非常好。在某个时候，我会和他见面。你觉得抖音国际版很快会达成协议吗？有可能，我们正在和4个不同的买家打交道，很多人想要收购它，这取决于我，所以有可能。你看好哪家？4个都很好。总统先生，您说过您的内阁成员和伊隆马斯克之间没有不和，您甚至昨晚还和他共进了晚餐。我不觉得关系紧张。你看，伊隆是个很特别的人，这些内阁成员也很特别，他们都是非常成功的人士，不然也不会达到政府的最高职位。而且我认为他们和伊隆的关系非常好，政府效率部也令人难以置信。我们已经发现了数千亿美元的浪费、欺诈和滥用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不同意见。
他们偶尔会因为一些事情发生小争执，或者可能是人事上的争论，合同上的争论不多。你知道，合同已经确定了，这不仅仅是人事问题。我们发现了数千亿美元的欺诈合同，或者是非常浪费的合同，但我认为这就是欺诈，我认为就是欺诈。刚刚又发生了一起坠机事件，而且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，我的内阁和伊隆相处得很好。宾夕法尼亚州刚刚又发生了一起飞机坠毁事故，今天的部长对他的部门被攻击感到非常担忧。自从他宣誓就职以来，就一直在处理这些坠机事件。他有合理的担忧吗？这和部门规模大小无关，那是一架小飞机。无论你部门规模是大是小点，这种事都可能发生，你是知道的。只是他们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，事情发生的频率比平时稍微高一些，然后又会恢复正常，很多年都不会有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认为上周西南航空的飞行员做得非常出色，他把飞机拉了起来，因为如果他踩刹车，情况就不妙了。我觉得应该吊销那架挡道飞机的飞行员执照，但西南航空的飞行员立即踩油门起飞，而不是犹豫3秒钟，否则就太晚。西南航空的飞行员们干得很棒。俄罗斯、中国和伊朗正在一起进行军事演习，你对此感到担忧吗？一点也不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比他们所有国家都更强大，我们的实力比他们都强。我重建了军队，可惜的是，拜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但我重建了军队，但我们甚至不想谈论那个。我认为，如果你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如果你看看我们所做的，看看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，让我们看看整个俄乌局势会如何发展。我认为最终也许不会在遥远的将来，你们会看到沙特阿拉伯本周会取得一些相当好的成果。如果他们签署矿产协议，你会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吗？我觉得他们会签署矿产协议的，但我们希望他们现在就想要和平。我希望他们能渴望和平。他们如何表现这一点？现在他们还没有充分表现出这种意愿，我认为他们现在还没有，但我认为他们会，而且我认为在接下来的2-3天内会变得明显。我认为最终我们必须实现和平，而我正在为此努力。钱是一回事，他们已经在这上面花费了3500亿美元，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些钱，但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。这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，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丧生，成百上千的人在乌克兰的城市里丧生，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。如果我还是总统，这种事绝不会发生，而且以前也没发生过，这种事本来不该发生的。顺便说一句，10月7日的事也不会发生，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。还有阿富汗，他们撤离的方式太糟糕，不是说他们撤离这件事，而是他们撤离的方式看起来太糟糕了，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丢脸的一天。那些本来不会发生的，很多事情本来都不会发生的，但事情已经这样了。我觉得我们会很开心的。我认为我们在沙特阿拉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，他们正在主办各种会谈，我们派出了很多优秀的人。我认为乌克兰会做得很好，我认为俄罗斯也会做得很好，我认为本周可能会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希望如此。至少有2000名年轻士兵在过去的这周丧生，而且这种情况几乎一直在发生，每周都有几千名士兵死去，简直就是个杀戮场。我们必须阻止它。如果我能阻止，我会非常高兴。你会考虑解除对乌克兰的情报暂停吗？我们差不多已经解除了。我是说，我们真的差不多已经解除了。我们想尽一切努力让乌克兰认真对待这件事。你知道，我说他们没有牌，其实没人真正有牌。俄罗斯也没有牌，他们没有。你们要做的是达成协议，阻止杀戮。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，我们要阻止它。你在接受玛利亚·伯纳罗莫采访时表现犹豫了。我们现在说到哪儿了？我们是不是快要？我们快要降落了。你担心经济衰退吗？玛利亚·伯纳罗莫问了你，你显得有点犹豫。当然会犹豫，谁知道呢？我只知道我们会通过关税收入数千亿美元，我们会变得非常富有。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些钱，我告诉你，等着瞧吧。我们会增加就业，工厂会重新开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飞机要降落了，谢谢大家提出的好问题，好吗？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。